该研究提出一种面向 fMRI 分析的基础模型，它寻求同时摆脱数据和算力的双重困境。高维体速信号是这类模型的核心难题。它的设计思路兼顾数据效率与训练效率。模型的核心思路是精准过滤冗余信息，过滤后模型能聚焦真正有价值的信息。基础模型因此能适配更多实际临床场景。大规模脑影像分析因此打开了新可能。四维功能磁共振成像是公认的脑研究黄金标准。现代 MRI 能捕捉1毫米级 BOLD 信号，单次扫描便可产生出海量四维数据序列。三维空间再叠加时间轴构成高维连续数据。单个扫描样本通常包含数百万个脑体素，把全部体素送入深度学习模型，计算负担极高。核心矛盾在于如何提取通用且临床可用的表征，这决定了人工智能能否真正落地于临床诊疗。空间分辨率与计算可行性必须直面取舍问题。图谱法空间细节极低，动态事件被时间平均，它需要数万级扫描样本，数据依赖非常沉重。体素窗口保持原生分辨率，动态却跨窗割裂，其 GPU 内存占用极高，几乎等同算力灾难。SLIM Brain 保留细节，感知全局时间，显存约为传统体素30%，预训练仅需4000样本。高分辨率与低算力开销，从此不必妥协。图谱法先把体素信号强行聚合到固定区域，这种降维彻底抹杀了体素级微观动态。底层空间信息丢失后，模型变得十分数据饥渴。超过6万次预训练扫描仍只能得到模糊特征。海量数据门槛让罕见病研究几乎无法跨越特定临床队列，往往凑不齐如此庞大的样本量。因此，图谱法看似省算力，却卡在数据采集端。数据强的本质是用分辨率换来了极高数据依赖。体素级方法撞上第二道高墙，即算力强。标准扫描体积里约70%体素属于背景区域，这些背景体素内部几乎无有效神经信号。传统自注意力复杂度随空间平方增长。Swing 类方法仍将死区强行送入 GPU 计算，算力被白白消耗，预训练难以规模化。长序列预训练因此被推到算力极限之外，这就是体素级范式无法绕开的算力瓶颈。SLIM Brain 是无图谱基础模型，同时击穿数据强与算力强。它主打样本效率与低内存，适配 fMRI 数据分析。模型内部设2阶段处理机制，前端轻量，后端精细。第一阶段宏观扫描，轻量级网络挑出 TOP-K 关键时间窗。第二阶段微观聚焦，基于 4D HIRA JEPA 完成体素级编码。这一级直接抛弃约70%背景体素，只保留有效脑区。2阶段协同，兼顾全局动态与局部精细特征。罕见病研究因此不再依赖海量预训练数据。第一级采用全局宏观扫描，压缩体素级 4D 数据，压缩后的脑区时间矩阵送入2维 VIT 编码器，编码器提取全局特征，保留完整序列的时空动态。解码器负责重构，全局上下文得以约束与验证。体素均值化降低输入规模，保留完整时序信息。全序列视野避免了滑动窗口造成的管中窥豹。信息密度曲线帮助定位动态事件的高发时段。轻量级设计确保第一级不会成为算力瓶颈。第二级过滤锁定最具信息量的时间窗。互掩码重构会评估每个窗口的贡献度，得分最高的 TOP-K 连续帧被提取后拼接。示例里的5个时间窗，仅2个被选中保留，被剔除的冗余窗口不再占用后续算力。数百帧冗余序列无需全部塞入重型编码器，被选中的窗口对应最具鉴别性的动态事件。如此筛选既保留全局动态感知，又控制开销。HIRA 在这里负责空间净化，专门裁掉无效背景。它不再维持整块规则网格，相反，它按单元直接操作体素块，这样就能在内存里删掉约 70% 的非脑区。传统 Swing 必须保留这些背景，结果是算力被白白消耗。JEPA 机制也同步接管预测任务，模型直接预测潜在特征，不必重建像素。SLIM Brain 在年龄分类上表现最强，它只用 4K 样本就达到 64.5% 准确率。对照模型 Brain Mass 需要 64.5K 样本，它的准确率却只有 48.1%， 这说明数据效率被大幅拉开。不是单纯堆数据就能换来收益，更关键的是，
它把高性能和低样本同时做到，对罕见病场景这一点尤其重要。算力开销被压到很低 ，SLIM Brain 只需 2.4GB 显存，对照配置要 8.0GB， 单样本内存约降到 30%， 训练条件也更轻，它用单张 A100 就能跑。Neural STORM 需要4张 A6000， 训练时间从13天缩到20小时。SLIM Brain 在多病种数据集上都拿到第一，它在 ADHD 200上达到 63.53%， 在 ADNI 上达到 70.40%， 对比 BrainLM、BrainMass 和 BrainJEPA 优势清晰，说明它不是只适合单一任务，更像是可迁移的通用表征。面对 OOD 数据，微调后也能保持强泛化。SLIM Brain 的准确率仍随参数稳步上升。SLIM Brain 的可解释性开始被验证，它的注意力热图与 NeuralSynth 源分析高度一致，高亮区域主要落在执行控制区，也覆盖了默认模式网络。更重要的是，它无需人工预设，模型仍能锁定 ADHD 相关额纹状体异常。这个结果说明特征不是随意拟合，它更像是在提取真实神经规律。SLIM Brain 把3道瓶颈同时收拢了，它先压掉约 70% 无效算力，再保留毫秒级、体速级动态，最终只用 4K 样本也能完成预训练。实验表明，数据效率和训练效率都被抬升了。更关键的是，公开了代码和训练权重，这样别人可以直接复现，也能继续微调验证。它的价值不只在性能提升，更在于让长尾脑病研究更可行。